天我们来聊一下一夜成名这件事情啊。关于一夜成名，传播学里有个专业的理论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哎，常见的一夜成名基本上不是在什么你准备好的地方成名，多半成的都不是什么正经名，对吧？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民生板块常见的一夜成名都是些什么东西？武汉小伙席瑞酒后蹦极没拴绳子，一夜成名；云南小伙熊浩生日当天被猪咬；去医院的路上再次被猪咬；羞愤难当反咬猪一口，一夜成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夜成名。很多人在很多人眼中觉得一夜成名就是天上掉馅饼，但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天上为什么掉馅饼？因为飞机餐漏了。高空抛物，重力加速度，馅饼变铁饼，把你砸成肉饼。哎，即便你实在是万幸啊，成的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名，然后呢，你20岁一夜成名，提前迎来了人生的高潮，接下来几十年都是放空时间。就有很多童星小时候忙着拍戏，没时间滑滑梯，长大后的人生都在滑滑梯。回想一下啊，你20岁一夜成名，多年之后你的百度简介最早的一条：20岁因为笑容灿烂一夜成名，60岁后海酒吧卖唱一夜50。我曾经跟一个过气名人聊天，他说他现在只要一发微博就掉粉，因为只要他一发微博，就有人发现，哎，我怎么还在关注这个废物？取关拉黑啊！所以他维持住粉丝量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发微博。一夜成名得到的粉丝就像你满头的头皮屑，只要你一动就哗啦啦往下掉。一夜成名的你就被封印在一个雕塑里，只要你一动就土崩瓦解，你一动就是偶像失格。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一夜成名，我们容易对速成上瘾。对吧？以后咖啡只喝速溶，开车只开赛车，结婚只结闪婚，连得病都只得急性肠胃炎。人一旦经历过速成，你不自觉的会把这种迅速回报、高效回报当做理所当然。哪怕像我这样一个勤恳奋斗了30年的中年人，我都会不自觉产生这种思维。就因为我在奇葩说的几个片段上了热搜，我现在要是哪段发言没上热搜，我这个脑子就会恬不知耻的想，我这么精彩没有上热搜，怎么回事？完了，奇葩说完了。你更别说，你说一个20岁的年轻人经历过一夜成名，那以后对你来说什么匠人精神都是自欺欺人，对吧？啊，什么10年磨一剑，纯属自我欺骗。就因为你的一夜成名来得太突然，以后你这个最大的幸运来自于上天的眷顾，所以你会信命。人生明明可以主动争取的，你被动等待命运的馈赠，但你要记得，命运随手给你的不一定是馈赠，也可能是溃疡啊。我们平时总说什么功成名就，对吧？你得功成了才能名就，你都没功成，光想着名成，凭什么？你是名成祖吗？关于20岁一夜成名，我跟大家公布一组数据啊。毛不易23岁成名，吴亦凡22岁成名，易烊千玺13岁成名，莫扎特6岁成名。说明什么？说明他们都没有在20岁成名。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20岁。20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多数20岁的孩子啊，大概大2大3，对吧？人生的3大焦虑：食堂的饭菜咋这么咸？要不要考个研？怎么再问父母多要点钱？我20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要是我身上能唯一挖掘出一个什么可以一夜成名的点，大概就是我的大手指动得特别的快。哇！这就是我唯一的指望了。但是我靠这个脱缰的手指，它能带我走向哪里？真的很厉害。一夜成名之后我怎么办啊？去给某个综艺节目做吉祥物吗？啊，我给你出彩。整个都一边。这个还是残疾的，对。或者给某个歌手伴舞，人家歌手在前面唱，我自己就站在后面。我差不多了。我20岁的时候，回想一下，我真正20岁的时候，我当时在上大学啊。那时候我确实是灵魂很忧伤，思想很颓废啊，学业使我身心疲惫。那时候我为了寻求改变，我去我们学校大学门口学习了酱香饼。我打算学完了之后呢，辍学，携带这个酱香饼秘方回云南开个饼摊，度过余生。我试想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我一夜成名了，成为云南酱香饼大鳄，那往后余生我都要忙于守住我的大鳄的位置。时刻提防什么西安肉夹馍、军统锅盔、意大利披萨的入侵，避免沦为酱香饼小鳄。
那我接下来的人生，我几乎再也没有可能发现，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是喜剧人，不是酱香饼。我非常庆幸啊，我在20岁的时候，我没有被这种意外的成名牵着走，我还有机会面对人生的各种岔路口，我可以试错，我可以从头来过。一夜成名看似让你有更多的选择，但其实它打断了你的对自己的判断力，它其实用这个意外的名气困住了你所有选择的可能。其实我们20岁的时候才20岁呀，给人生定方向太早了。我们应该给找到自己所爱一点时间，给选择一点时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名气几乎只代表名气的时代。真正让你被认可、被尊重的，绝对不是名气本身，而是你赢得名气这一路的作为。成名对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意义是，你奋斗的这一路，你找到了你真正热爱的事情，你找到了爱你的人，你塑造出了更好的自己。我作为一个地下脱口秀演员，从地下跑到线上，只有一个小愿望，让中国人民笑起来。先笑带后笑，实现共同效应。哪里有不快乐的人民，我就去精准扶贫。我就算是被辩手打得满地找牙，也要让你们笑掉大牙。漂亮。而如果不出名可以做到这一切，我不愿意出名。毕竟人活于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闷声发大财，对吧？最不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名是出了，人还穷着。你走到哪都会有人指着你说：“哎，这不是那个著名的穷鬼吗？”但我非常理解为什么20岁的时候我们想一夜成名，因为20岁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微末的年纪，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人生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极其渴望被这个世界看到，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名气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一些人，为了用爱来填补自己的价值感，往往匆忙地投入一段感情，甚至为了抓住那份爱，忘了自己的存在。同样，极其渴望被世界看到的人，你如果不先看到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给予自己肯定，那一夜扑面而来的名气，只会将本就模糊不清的自己拍打得支离破碎。我知道，就像我们挡不住那些人去陷入一段段不合适的恋情，我们也挡不住那些想一夜成名的人扑向这团烫人的火焰。但我还是希望我们扑向这团火焰的身影能够迟疑一点，再迟一点，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发现，我们不需要扑向火焰，我们需要的是成为火焰。谢谢大家。好棒！好，来，我们有请正方一辩，史航老师。听完小鹿刚这一番，我的内心也有一个在狂舞的大拇指。确实呢，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而那个欢笑中间，我们有一种欣慰，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小火苗被认同了。但是我总在想，我们中间有些人真的可能面对20岁一夜成名的人，他是我们天上的星辰，我想对他们说话。我刚在想，人真的需要成名吗？人不成名也是人，你那一生也是人生，但我还是希望你成名。为什么？就像你写了一部好小说，是手稿没出版，手稿也有手稿的价值，但我还是希望它出版。为什么？因为手稿太脆弱了，太容易消失了，就那么一份儿。但如果它出成一本书，那么它可能是成千上万册，就不那么容易完全消失了。法国有个作家萨特，他写过一个剧本叫《死无葬身之地》，那里面他说：“我就要死了，可是地铁里还是挤满了人，餐馆里还是没有空座，没有人在意到我要消失了。”我们需要成名，因为我们很怕完全消失，我们很怕没法证明自己来过，人类都怕。有人说，我们不是不喜欢一夜成名，我们只是没做好准备，仓促上阵就会是有小鹿形容的所有的后果。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叫做好准备啊？你20岁有这样的选项，你已经是天选之人了。这不是说你中彩票啊，靠那点运气，你是有天赋啊。请记住，有天赋
你就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你去个演唱会，那歌手忽然把麦递到你嘴边，等你唱下一句，你会唱，但你犹豫了。过2秒钟，旁边那位开始唱了，唱得远不如你。人家为什么在台上会递麦给你啊？因为人家在台上清清楚楚地看见你背上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哇哦！他是看到那翅膀，他希望听你这一嗓子，他想看到你原地飞翔。你呢，花2秒钟否定了自己的天赋，翅膀呢没了。所以啊，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背上有过那么一对翅膀，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还为你那2秒钟的犹豫而一生感到庆幸呢。可你永远不知道你错了。其实呢，有时候你的错不仅会断送你自己，还可能断送一个大时代。你想想，20岁一夜成名的机会，这不一定是成团、出道、上热搜，还有别的可能，可能是时代来找你干一件大事儿，让你接一个大任务。递麦你不接，旁边有人接，但时代的大任务你不接，可能没人接，那怎么样呢？你想想，如果刘关张不想成为刘关张，曹孟德不想成为曹孟德，那还会有三国大时代吗？如果一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这个时代他忙着说不，他说我不想成名，我不想成为那个要担当重任的我自己，那这个时代就已经不存在了。这不是说你在历史书上你少背了几个人名，是可能就没有历史书了，而且可能也没有历史了。我其实在想，到底我们在怕什么，让大家不敢成名？有人说，成名带来的就是误解，那会不会也带来理解呢？成名之后，一打开家门，飞过来就只是白菜帮子啊、烂西红柿吗？会不会也有鲜花呢？我每天上网上微博，我看着各种怼我的评论，不动声色，内心狂起伏。天哪，他不懂我！天哪，他不懂我！天哪，他懂我！上微博啊，就有点像开盲盒，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该死的时刻，那时刻，你遇到一份懂得，你开始觉得一切值得。各位，刚才都已经投票了，20岁，你拒绝一夜成名，有很多人是这么选择的，但你拒绝的一个命题，你并不能摆脱那个命题。从现在开始，你就给自己预定了一个从21岁开始，长达后半辈子的悔恨或者自责，因为那个命题会一直压在你头顶，一朵为你量身定做的乌云。当你在成长着，你遇到了不顺利，你见到了不公平，你想替自己替别人发声，你康，你写了几千字的微博，然后呢，0转发，0评论，0点赞，你发现自己被人家认证了，加了个微，叫人间小透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他会上下看着你，他说：“你哪位啊？”哦，
人间小透明。这个时候你怎么说？你说我不是，我是20岁拒绝一夜成名的那位。哦，那你当时为什么呀？谢谢沈航兄。哦，这是舞台剧的独白哎。对，好有意思啊！来，双方一辩过后，反方领先50票。反方2辩，齐瑞。我们先来解决史航老师的3个问题。第一个，他说他想替那些星辰说话。我想说，如果你是星辰，你又何必这么在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判断偶不偶然的结果特别简单，就是错过了，你还能不能依然成名？我觉得不要把20岁成名看成一次机会，你要把你人生的成名看成一次必然的结果，这才叫星辰。第2件事情，史航老师跟我说，大时代会赋予每个个人以任务，可是你要知道，真正完成使命的人不会想着要出名，而一旦你变成了求名，你不尊重那些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出名的人。如果你那么汲汲于名，这个世界上会少了非常多先锋的探索，不会有乔伊斯，也不会再有梵高。我觉得这个题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奇葩说辩题，就是你乍一看答案非常明显，可是仔细一想，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成立。20岁一夜成名，谁都不会拒绝。可是我问你啊，你要怎么在20岁就能够一夜成名？我知道今天现场，包括屏幕面前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奇葩说就在让很多人一夜成名。可是那只是意味着你从不知道我到知道我，只花了1夜的时间，不代表我成为今天的自己只需要1夜的时间。我们台上的导师薛老师和刘老师，在来到奇葩说前都在学界耕耘了好多年，而蛋总从幕后到台前用了多少个深夜在买醉？合创作啊！所以你以为的一夜成名，很多时候都是厚积薄发，成名从来都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题的狡猾之处啊，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好像我们觉得现在面前有一个20岁一夜成名的机会，你要不要抓住？我方今天不会劝你不要去抓住这个机会，我方只是告诉你，这个机会的概率太小。这道题其实讨论的是，你要不要在20岁就抱着一夜成名的幻想去生活？哎，这和我每天想着买彩票中500万有啥区别？我觉得这种事儿压根儿就不该被思考，因为生活中极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根本不值得。那什么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呢？坦白讲，我最先想到的也不会是名气，因为名气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别人觉得你重要。可是我问你，你要怎么保有这一切呢？一个20岁就一夜成名的人，他会一直担忧，人们会永远爱我吗？如果不爱了，我还有什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继续喜欢我？要知道，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你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反省，一直琢磨怎么获得别人的认可，一直努力，一直尝试怎么得到别人的喜欢，那其实你就掉进了情感操作的陷阱。换而言之，就是被 PUA 了。可是现在一夜成名，你要揣测和琢磨的对象从一个变成了无数个，从相对熟悉变成了绝对陌生。你那个时候不是掉入陷阱，你是掉入了黑洞啊！别告诉我说你那个时候会不在意别人认不认可你，喜不喜欢你。你之所以觉得20岁一夜成名的这个机会那么难以抗拒，不就是因为你迫切的需要别人的认可吗？所以一夜成名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点，它是透支你未来日日夜夜的起点啊。那20岁的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些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生活看起来很平凡很普通，但是只要你想，你是可以慢慢成长的。比如一档节目要怎么做得更好，辩论要怎么更精进，
这些事情都可以慢慢磨砺，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熟悉。是那些靠我们投注在时间里面一点一滴获得的东西，才是谁都拿不走的。而这些东西，无论什么年纪，都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觉得这道题啊，还不光是在问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它还在问我们如何看待成名的别人。在东七门的公众号上分享过一本书，叫做《对赌》。里面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牌桌上一夜暴富的人，最后往往都会输得倾家荡产。这些人看到别人赢了钱，就觉得是运气，而自己赢了钱，就觉得是实力。同时看到别人输了钱，就觉得是他差、他蠢、他技术差，而看到自己输了钱，就只会怪自己不走运。所以但凡他们赢了一次钱，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次次都能赢，最后血本无归。而这种心态就叫做自利性偏差。甚至自利性偏差都不只是一个心态，它是根植于我们基因当中的人性。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待别人成名的时候，往往觉得他们不配，而一旦命运的轮盘指向了自己，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值得，从而不再努力，觉得自己可以逃脱这一切的诅咒，从而再也不珍惜自己的羽毛。所以要跳出这种错位理解自己也错位理解别人的关键，就在于跳出这种自利性偏差。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各位共勉的4句小建议，就是看待别人的成功，多看看别人的付出；而看待自己成功，就多看看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看待自己的失败，就看看自己的能力不足；而看待别人的失败，就多看看他面临的外部因素。最后，我想说，我之前也是《奇葩说》的忠实观众。在我当时看《奇葩说》的时候，我也畅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能来到这儿一夜成名，该有多好。很幸运我今天走到了这儿。然后很多人会问我《奇葩说》对我生活的改变是什么？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大家失望。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好像什么也没改变。我只是最近发现，我好像走进餐厅里面会逐渐被认出来。我也坦诚，被认出来那一刻还是很高兴的。可是回到座位上呢，叉烧饭的味道还是一样的。这3年的时间，我从一个小透明变成了一丁点儿小出名，得到了很多人羡慕的关注。可是叉烧饭就还是叉烧饭，不会因为我有了粉丝，味道就会改变。我以前真的觉得一夜成名来的那一天，我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呢，我后来才发现，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在意你有多少粉丝，因为生活的本质不是粉丝，是叉烧饭的味道，是伴侣跟你闹过的别扭，是父母对你的爱。我们总是想要游向那个更远方的海洋，可是我们总是忘了自己就身处在水中央。这个舞台上诞生过非常多一鸣惊人和神仙打架的传说，可是第2天散场之后呢？该回去改代码的程序员继续改代码，该回去辅导孩子功课的妈妈依然会在朋友圈里面抱怨，而该回去念书的我也会继续奔走在课堂和校园。喧哗过后，平凡如昨，我觉得才是我在奇葩说学到最宝贵的一课。最后，我想说，遇到一夜成名的机会，和遇到一个你很爱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你如果没有失去他，也能够自己过好的本事，那你就没有得到他，也能够不失去自己的能力。换而言之，如果你认为自己一定离不开他，那他就一定可以操控你。你只有敢对这个运气 say no， 命运才会对你 say yes。好，谢谢席瑞。这是反方2辩，来正方2辩，潇潇。天哪，其实我们拿到这辩题，我们3个真的一直在想对方能说什么，真的荒谬哎，他们。来，我们先从小鹿开始。来，小鹿最后一句话非常动人，我看很多人都被说动了。他说：“不要扑向火焰，要成为火焰。”我有一个问题，你不扑向火焰，如何成为火焰？
成名，他方认为没有意义，我方也认为成名可能没有意义，但你扑向火焰的那个过程，让这件事有了意义。所以那又怎样呢？哪怕我就只做一夜的烟火，那又怎样？我也曾经照亮过整片天空啊！这就是一夜成名的意义。漂亮，小鹿刚才说呀，20岁的人一夜成名，60岁的人后海唱歌，这说明什么问题？不该一夜成名吗？这说明成名要趁早呀，朋友们。什么意思？你想想啊，为什么成名要趁早？你20岁一夜成名，你的粉丝在微博为你打 call； 你70岁一夜成名，你的粉丝在养老院陪你打坐。你20岁一夜成名啊，你可以去参加那个极限挑战啊。你70岁一夜成名，你参加所有的节目都是极限挑战。你20岁一夜成名，在这个舞台上又蹦又跳，你的粉丝在下面喊啊，哥哥好帅，我没了。然后你70岁一夜成名，又蹦又跳，你的粉丝在下面喊哇，哥哥好棒，你没了。来，小鹿又说了啊。很多人这个一夜成名啊，那他可能就成名一夜啊，转瞬即逝。那我又要想了，成名一夜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人啊能力真的差，对吧？但他运气真的好。对对对。所以你让人家拒绝的是一夜成名的机会吗？你让人家拒绝的是这辈子唯一一个就业的机会啊！做个人吧，你有可持续变现的能力，人家没有呀。我可太丑了，来，小鹿又讲了，你看你今天表现得多优秀，我平常我会攻击一个一辩吗？我是这种人吗？来，哎，小鹿说啊，这个你看啊，这个什么啊，武汉小伙怎么了？又掉进河里了，然后这个又被猪咬了啊，就突然就一夜成名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啊，名气这件事情啊，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啊，有的时候你不想要这个机会，哎，就来了，你没有办法 say no 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如何与名声相处。与名声相处是未来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我要告诉大家啊，不要害怕高处不胜寒，因为你只有站在那个巅峰，你才能一览众山小。今天，他们告诉我们说你一夜成名会有无数的质疑，我们更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害怕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和猪真的不一样。来，我们看看席瑞啊，席瑞太有意思了。他说：“这个一夜成名就特别像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你没有失去这个人，你要被绑架啊，还有这个一夜暴富也是很可怕的。哦天哪，席瑞整个的观点就说明一件事情哦，你们不懂得那个有钱人的快乐，你们倒是蛮懂有钱人的苦恼的啊。所以席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恋爱呢？因为怕分手。”你为什么不发财呢？因为怕破产，啊！你为什么不成名呢？因为怕过气，所以大家知道吗？他们整个就是因噎废食，拒绝当中所有美好的体验啊，直接奔着最差的去了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好不好啊？如果今天我们双方都觉得名气像洪水猛兽一样，会让人猝不及防啊，会让人无法招架。那我方教你们的是游泳，他方教你们的是怕水。对。再来，他们说一夜成名的机会非常偶然，对方2位辩手都提到了，我承认。甚至在他们的概念里说，别人为什么会给你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需要想很久吗？因为我优秀呀。这有什么好思考的呢？
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我怎么发现米味不是一个皮包公司的啊。就当初啊，就他们打电话叫我去面试，然后面试完了之后，哇，你们也知道，所有的导演你们非常的抓马啊，就哇，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奇葩说的精神，明日之星。我跟大家讲一个原则，在这个社会上混，别人越给你脸，你越要给脸不要脸。好吧，我当时就说不要给我搞这些有的没有的，有钱吗？啊，机会来的时候啊，先别接着啊，不要被他们蒙昏了头脑，先跟他们谈条件，最后谈下来了啊，2000块钱一期，快不快乐？说明这不像一个骗局了。然后我又说，那这个节目有钱是有钱，那配置是什么呢？啊，你看我们的主持人是这个马东啊，然后我们的导师是蔡康永和高晓松，蔡康永和高晓松。这是我和马老师一夜成名的机会啊！当机立断啊，立刻拿下。后来嘛，我第2天就去参加海选了呀，聊了10分钟的假睫毛，我就晋级了。所以大家知道吗？啊，为什么他们能坐这儿？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老师之所以是老师，就是他能够通过假睫毛看到你辩论的天分，这个老板之所以是老板啊，他能用2000块钱霸占你6年的青春。所以大家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凡一个人他能够给你提供一夜成名的机会，说明他一定比你聪明。好吗？我们接受这件事情，前提是一夜成名的机会是真的。好，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一季我没有录奇葩说，但其实我每一期我真的都有在看。马老师在前几期啊，一个后采的时候说，他说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00后、19岁、20岁这些新奇葩的样子，他们是奇葩说未来的样子。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新老选手的这个新陈代谢。我们是死了吗？19岁、20岁，好了不起哦！我们都是吹完18岁的生日蛋糕，直接跳到30岁的。其实马老师的这个心态，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一路以来陪他走过6季的这些老奇葩，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也很想看看奇葩说新一代主持人的样子呀。所以其实马老师说他渴望看到20岁新选手的样子，其实是在给大家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能不成熟，他们不稳定，他们没有经验，但正是因为这些特质，才让他们变得特别。你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相处6、7年，我们彼此那么熟悉，首尔的幽默，如今的倔强，陈明的爱我的脸，对吧？我们这么努力的每天在追求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干不过他们，他们确实更有新鲜感。他们只要一张嘴说什么都是惊喜，而现在马老师的这句话其实就告诉大家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舞台或者不是这个舞台，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需要的不是20岁的明星，我们需要的是20岁的声音。好，今天我们这3个人，我真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说这句话。我们3个加在一起都100多岁了。主要是史航老师一个人的份额。我一个人就50，怪我。你居功至伟，我知道。但是大家知道我们3个人加起来100多岁，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这道题的前缀20岁，我们3个人不管说什么，都是传说中过来人的经验。我们今天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去给人家20岁的时候做人生建议？我20岁的时候他们说话我听吗？我不听啊。所以今天其实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把选择权交给20岁。我们作为过来人，做好自己过来人的本分。我们扪心自问，当我们劝20岁的年轻人要早点结婚，结婚是人这辈子唯一的归宿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解决他们恐婚的困扰，还是在缓解我们已婚的焦虑？我们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孩子，人生是不完整的。我们到底是在担心他们孤单的后半生，
还是我们忙碌的前半世？我们告诉他们找工作要找一个铁饭碗，我们到底是怕他们食不果腹，还是我们自己朝不保夕？我们今天告诉20岁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孩子你不要，我们到底是担心他们的时代终将到来，还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6年的青春，你一点都没变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些过来人，对吧？我们明明可以为他们做那么多事，提供平台、流量支持、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等等等。当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之后，年轻人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判断只用看2个字：直觉。年轻人的直觉。把直觉还给他们，让他们判断任何一道题，不用像席瑞和小鹿说的背后有那么多的隐喻，背后有那么多的忧患，让他们去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要，这才是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本分。这道题今天对我的意义，就是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一群20岁的年轻人。他们生机勃勃，他们虎视眈眈，整个世界对他们充满期待。现在他们即将一夜成名，而你作为别人口中即将新陈代谢的那一代，我敢应战吗？今天如果一个20岁的少年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会说你准备好了。但如果我今天所谓的过来人支持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我向他透露的信息是：我们时刻准备着。所以今天，我支持20岁拿到这个一夜成名的机会，是因为我知道，我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我就是你们要面对的风浪，而你们也是我即将劈斩的荆棘。我们不断的去质疑权威，我们去挑战评委，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20岁也有一个可以逆袭的机会呢？不管20、30、40、50、60、70。尊重每一个年龄段的成功，才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成熟。最后，今天一个20岁的少年来问我，我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我该不该要？我会问他，你别问我该不该，你问问你自己敢不敢。7年前的我们选择这个舞台，7年后的我们今天站在了这里。席瑞说的困扰。小鹿说的一夜成名之后可能会有的低谷，我们全都经历过，那又怎样呢？时间会帮你冲淡它。但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选择这个舞台，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找到治愈我后悔的药。奇葩说未来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回来，就是让大家看到奇葩说本来的样子。亲爱的，超越它。潇潇是我们的 BB King， 对不对？对。然后呢，你说还有什么人可以表现得比他更像一个王者归来的派头？谢谢潇潇，双方2辩，开始奇袭吧。来吧，谁先开始？我先吧，学长。哎呦，不要叫学长，我们没有年龄歧视。学长，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价值落点是一样的。我不觉得这个题的问题出在20岁，甚至不出在追求名气，它出在一夜上。学长刚才说了很多，说教会大家学会和名气相处的方法在于3个字：别害怕。我问你，怎么做到不害怕？来，我先跟你讲啊，我们今天都坐在这里，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夜成名，是因为我们有无数个成名的夜。在你方看来，一夜成名啊意味着过气；在我方看来，一夜成名意味着一夜成才。来，是你在追求名气的过程中慢慢适应了如何和名气相处。别害怕3个字说起来简单，一晚上你学不会，这就是为什么你逃避我的问题。你看，我现在就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来，大家刚才看看席瑞最后一句话，大家还记得说什么吗？叉烧饭的味道还是一样。我们奇葩说，该写代码的回去写代码，该带孩子回去带孩子。我们有被名气负累吗？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的处理了和名气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对20岁有点自信？学长，
我们现在出现在这里说这句话不公平，因为我们自己也用了非常多的时间才学会了如何和名气相处，而那些没有学会的人，今天都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场地。说的非常好，我们在这里说这个话不公平，但你剥夺20岁一夜成名的机会，让他们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更不公平。我没有剥夺，我告诉你，不要抱着这样的幻想。我今天对学长之所以失望的地方是，谁都知道这个机会好，谁都想去，你勾勒出太多的诱惑，但你没给大家担保他最后可以退出的方法。说的非常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面性。你觉得一夜成名有太多的诱惑，但是我问你，碌碌无为难道没有困扰吗？好，回到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为什么不是碌碌无为？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名气在定义你优秀不优秀。我在奇葩说的粉丝比学长1/10都不及，难道我就要认为自己的辩论天然比学长差吗？当然，你不用认为你天然比我差，而同样，我们也没有以名气来论英雄。但是，是不是真正的英雄，你要让人家自己抓住个机会去试，而不是天然告诉他，不是，我们是英雄，你是狗熊，这个机会你不配拥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抓住的机会应该是自我成长且持续发展的机会，而不是绚烂过一夜余下，日日夜夜都是黑暗的机会。你在给大家宣扬什么样的机会？我在给大家宣扬，一夜成名的机会已经不仅仅是一夜成名。当你一夜成名之后，你会有更多的资源站在这个舞台上。就好像如果我们当初没有一夜成名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我棒不棒？辩论有点好啊。不是，不可能。各位，一夜成名确实一夜之间把你抬得很高，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坛只能被跌下来，神坛是不能退下来的。一旦你封神了，你就垮不了。说得非常好。我们从来没有一直霸在神坛上，就好像今天我呼吁所有20岁的朋友来跟我抢这个神坛吧。学长，我从来不认为名气是一个人优秀的代表，我们追求的是名气背后那个结果，那个能力的结果。而你相信这是资本的力量，我不相信钱可以定义一切，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告诉大家，是因为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可能没有准备好。所有的名气向你突如其来的时候，大家都有可能准备的不够恰当。但是不要拒绝名气，年轻人不要拒绝成就，要勇于承担荣耀。各位，我不是在让大家拒绝名气，学长说的对。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给大家提供一夜成名的机会？我们不是在讨论要不要拒绝一夜成名的机会，而是当一夜成名的机会没有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平凡的人生啊？来，席瑞，我就最后讲一句话，就席瑞他刚刚的表现，我觉得他今夜又要成名了。好，谢谢，精彩的气息啊！就是回到你的场地，然后露出王者风范，这个很了不起，你做得非常漂亮。怎么样，还是老人活好吧？来，我们看看双方3辩，反方3辩，熊浩。来，我们看看双方3辩，反方3辩，熊浩。潇潇发言完，分数出现了大的跳动，而且他发言的内容极为的精彩，那个时候是压力最大的。一个一个看，刚才史航老师讲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词，叫做“人间的小透明”。他说，历史上那些大的机会，国家的责任放到你的手上，如果你收回你的手，你放过这个机会，历史就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北平无战事》它是讲，在北平时间，地下党员当时在北京，他们默默地耕耘，他们不能铺路。当北京城解放的时候，那是一个大雪天。倪大红先生所演的这个地下党员，他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站在最后面，他的眼睛里我看不清楚有泪还是没有泪，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北平是漫天的大雪。那个时候有一行字，致敬这个国家默默无闻的付出者，他们就是小透明。这个国家不是那些星辰在天上去推动的，有这些人，我们才有了历史，你我才有今天，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潇潇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差点没把我给气晕了。他原话怎么说？照亮过整个天空，
你要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这是一份20岁应该承担的勇气。哎，我当时一阵眩晕啊！我的天哪，各位，这个机会如果从0到1是你自己创造的，你值得骄傲。这个机会是从天地上掉下来的，你伸出你的小手，你接住，你啥没干，放你自己兜里了，你舔着一个大脸混吃等死，你在那儿啥没干呢？你骄傲啥呀？对不对？不劳而获呀！所以我方的价值观才是给年轻人以鼓励的。我方的价值观是自信，这些东西你得自己去争。哎呀，把我给气坏了，真是。所以千万不要被忽悠瘸了啊！真来的机会值得骄傲，嗟来之时的机会，保持谦卑，这是第2点。第3，刚才潇潇跟大家讲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错觉，就是成名甚至一夜成名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刚才潇潇说要让20岁的人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欢迎新鲜的血液，这没有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些新奇葩在这一期奇葩说里表现得特别好，但问题是有1000个人参加，大家还记得奇葩捞吗？如果你认为一夜成名这个机会是必定的，是应该的，是每个人都要争取的，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参加这个极为激烈的海选，然后回去以后呢，还是一地鸡毛，很多辛苦、悲惨，可以被包装得极为浪漫。你要长眼，看得见这个里面的辛酸。回到我们的立场，我们稍微理性一点讨论。我知道这个题，我们今天上来的时候，大家不会特别喜欢我方的立场，因为我方这个立场不是很讨喜的。我今天还带了一个道具，最后没有用，就是我带了一个红颜色的这个袖套，叫文明劝导。这是因为啥呢？因为我方的这个形象就非常像这个在街上说啊，你不要去啊，这个，我们就像教导主任一样的说你完蛋了，对吧？我非常不讨喜，但是我们且不做这些深的点，我们就在最浅表的层面上讨论一下这个题。我都觉得大家应该按我们的蓝键选，不应该。为什么？因为这个题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此时此刻，它甚至根本没有资格作为一个选项。因为大量关于你该选的信息没告诉你，比方说一夜成名，这个名是什么名啊？你成名之后能干嘛？以及更重要的，你成名之后需要付出一些什么样的代价？这天底下哪有白捡的买卖？是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是需要付出人生的幸福，是需要在你20岁的时候就跟快乐、悠游自在的时光说再见。哪一个？我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度让，我说哪一个你得告诉我吧。但我得提醒你，命运从不与世人慷慨的馈赠。安徒生在《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获得了命运的犒赏，她的代价是失去她动人的嗓音，以及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化成粉末。在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拥有一切了，他拥有香车、美人、城堡、辽阔的生命，他的代价是把灵魂交换给地狱之王的仆人。我方不是诅咒年轻人去尝试，我方是说你再馋，你点菜的时候也得看清楚旁边的加码；你再慌，也不要签一份模模糊糊的合约。像今天这样题，被对方整个粉红色的幻境包裹起来的大许诺，太像一个骗局。第二，在今天这个时代，成名仍然是挑战，不简单，但是成名的机制其实越来越清晰。对方说是你足够强，真的是这样吗？各位，我觉得不是，是你足够有钱。你足够有钱，然后你通过一系列商业的运营，然后你买到了一个让自己被众生看到的机会。跟你推广整个方案的人，估计有点像我穿了一个这样的西服，他坐在你的面前，他以非常安静的谈吐，以那种眼睛当中明显被雕刻过的真诚跟你说 S 级大平台，请到的导师是这些人，他们的名字可以震聋我们的耳朵，你就准备好一个秀，准备好一首歌，一个节目，第二天我保证整个世界就会知道你。不就是这样吗？你进入到一场浩浩荡荡的商业运营，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心开始摇晃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理性，你会知道今天的文化生产跟以往完全不同。以往生产的叫明星，挂在天上，今天生产的叫偶像，偶像落在地上。偶像的一切要被翻开来检查的，你可以逼近他，陪伴他，观察他，剖析他，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它是一个商品，
创造这种把偶像商业化的模式的，来自日本，它叫做 AKB48，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偶像的团体大概的情况是说，每一次偶像和大公众见面的时候，偶像们占据的位置由什么决定呢？由大家的投票和花的真金白银决定。如果你的粉丝给你的钱足够多，你作为偶像你站在中间；如果你的粉丝给你的钱足够少，你被挤到边缘，就是这样赤裸裸的、直接而残酷。在日本阴阳师文化当中有一个概念叫 Shikigami， 侍神，侍奉的侍，神灵的神。他说这世间有一种神，他当然还有无边的法力，但是他是侍神，他被主人豢养，于是他被主人驱驰。你跑完整个流程，你砸了重金，你真的获得了名声，你可能是神，众生在天上看见你，但你更大的概率是侍神。你被锁在一个小小的神龛当中，你没法动弹，你没有办法自由的起飞，没有办法自由的降落，你错觉你掌握了权力，殊不知权力在你背后，它支配着你，它催促你去他想去的方向。你这时才20岁。所以在这个娱乐工业的入口处，站得如各位一样，是一个青葱的少年，你成为了一个锁在神龛里的侍神。我方今天其实心里是有数的，因为我方知道在今天这个极为浮躁的时代，名这件事情对众生有多少勾引的力量。中国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名利名还在利之前呢。如果你真有一颗要去一夜成名的心，没有人挡得住你。我方这场辩论挡不住你，你爸妈挡不住你。但是作为一位老师，我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还是想跑几步冲上去，拍拍你的肩膀，提醒你说，这天底下不清不楚的大许诺多是骗局，以及更重要的，20岁的你可不可以对自己再自信一点？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真正有自信，你放掉这个机会又怎样？这个时代怎么可能辜负你？如果你真正有力量，又有谁能挡得住你？20岁的人给我们产生最大慰藉的力量，不是短期之内功成名就，而是那句话：青山不改，来日方长。我讲那么多，其实就是希望未来大家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拍拍你的肩膀，他叫住你，他说：“少年，我看你骨骼清奇，这是如来神掌。如果你今天晚上练了这个功，我跟你说，一夜之间你绝迹于天下。你可以悠游自在而自信的看着他笑一笑，说：对不起，我不感兴趣。”真好。来吧，正方三辩，姜思达。加油！大家好，我是姜思达，我是1993年出生的人。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讲刚才这句话的时候，是2014年的那个夏天，《奇葩说》第1季的时候，那一年我20岁。我估计呢，现在这会儿就有一些气儿灯开始在做计算题啊，说2014年减去1993年，那你不是21吗？偏题了，我们这题讲是20，我的生日是10月底，没到呢，特别合题。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们，如果我把对方3个人所有的观点就理解成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应该不过分吧？所有的意思洋洋洒洒总结下来就是姜思达你完了。那我来看一下我是怎么玩的吧。大概的意思就是，小鹿说我会过气，我没有。这个席瑞说会迎合别人，我没有。还有说心态，席瑞说今天我没有自信，我处理不好未来那些困局。徐浩说未来这意味着无数的黑洞。那你们今天可不可以对称来想，就是你们倡导的心态是告诉我们所有人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配呢？所以我们站在正方，告诉大家该要，就是哪怕你会怀疑自己，你会发现即便在班级里面你也不是最亮眼的那个人，但是今天当这个机会真的照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觉得自己不配。当你不配，你就真的不配了。
当你认为自己配，你还有可能配一次。最后还说没选择，说我们今天丧失了一些选择。20岁我的标签贴了一辈子，我固定了我的后半生。那请问了，潇潇一夜成名了，脸就这么大点地方，你看多少种选择？一夜成名真的会让你丧失选择吗？我觉得我的选择挺多的呀。好，想象一下，20岁的你走在街头，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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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突然间降临一个神明说给你一个一夜的机会，你要不要？我说不要。首先你这个人非常的没有礼貌。刚才熊浩就这么说了，说哎我不要，你到人健身房办卡呢吗？澡堂子送票呢吗？套票吗？今天人家真心实意给你了，说明看到了你身上一些你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优点，你就热泪盈眶的收下。大过年的时候，你大爷跟你怎么说的？祝咱们家大宝金榜题名，一飞冲天。这时候你怎么不说？大爷，你是不是在绑架我？我未来要被你这句话操纵了。你怎么不这么说？发现今天对方的观点非常令人尴尬。祝福你可以，真给你不行。这词太可爱了。章子怡被张艺谋发现啊，去演《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也拿了影后。那一年她就是20岁。章子怡在墙上吧嗒吧嗒走，张艺谋后面说：“哎，你好，美女，能加一个微信吗？”张艺谋说：“我不要，戏怎么演？没法演。”我今天要写一个剧本，我说一个主人公，普普通通的主人公，今天突然间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他将够一夜成名，所有观众翘首以盼。主人公想想，no， 全剧终，1分钟的短片，豆瓣简介就是这么写的：一个普通人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从此狠狠的普通了下去。这是一个电影，你看吗？这要是你的人生，你敢演吗？今天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好机会你都必须得要，也有一些机会你可以再掂量掂量。比如说他要从你身上获得一个巨大的代价，他要图你身上点啥？扪心自问，20岁的你有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举个例子，不一定真实啊。熊浩喜欢迪丽热巴，徐瑞喜欢古力娜扎，小鹿喜欢易烊千玺，我喜欢池子谢娜。原来我们都是在屏幕前眼巴巴的喜欢着他们。今天我们获得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你可以跟他合作。他演男一，你演女二，你俩总该发生点什么。有很多明星被营造成傻白甜的人设，通稿满天飞。我获得了一夜成名的机会之后呢，就可以跟他接触下来，我发现他真的很傻，甚至很白，乃至很甜。这说明一夜成名能够让我们站在别处，用另外一个角度再观察一次这个世界。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的答案。当然我知道，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想的可能还不是别人，你更好奇的是你自己。一夜成名背后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我们选择这个一夜成名的机会，就是让我们自己本身变成那个正确答案。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你一定会成功，他告诉你一定失败，这些意见你都不要听，因为只有你选择的时候，你的答案才真真正正的交在你的手上。我为什么选择一夜成名？它背后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答案。而如果我拒绝，它背后可能只保留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初为什么拒绝？为什么拒绝？因为我习惯了渺小，我习惯了作为分母的人生，从小到大都听到的伟大2个字，跟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关系。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诗歌、伟大的建筑，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从小学习写作文，用典故，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典故里，我们却从来不会成为别人的典故。当我已经如此习惯了这个渺小，正如席瑞所说，当我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还蛮不自信。我决定
要试他一次，因为我只有选择这个机会，我才能真正的抵抗我的渺小。即便我到最后和大家可能一样，我也有过气那一天，但是我回想自己20岁的时候，仿佛我做了一个姿势，我做出了一个抵抗渺小的姿势，我觉得这样的自己也很了不起。电影《Coco》里边有一句话，《寻梦环游记》说，人真正的消失并不是死亡，而是被所有人遗忘。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没有被遗忘的人有啊，日本的独居老人，你班级里那个永远不被看见的孩子。我们为何总能跟这样的人共情？就是因为我们生活里面也往往有跟他们一样渺小的时候。渺小，让一个人不被看见，无论你把他描绘的安安静静多么浪漫，但是我们都不能掩盖那一生不被看见的悲伤。我认为人的生活是由非常非常多的碎片组成的，在我们并不能够特别好的面对每一张碎片的时候，我们去谈论更永恒、更遥远这一辈子会怎么走，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义。现在你的面前已经被这个瞬间给锁定了。我选择一夜成名的机会之后，我都面临了怎样的瞬间？第一次海选，我都不知道录节目是怎么回事，我获得的马老师、康永哥和小孙老师递给我那张 pass 卡的瞬间，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在第一季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就喜获淘汰的瞬间。我走在街上，第一次被别人要签名，但是那会儿我觉得我不配，所以我就没签，结果人家非常不高兴，悻悻离去的瞬间。我记得第一次我获得了通告收入大概5000块，花其中3000块给我妈买了一条塑料的水晶项链的瞬间。我记得在《奇葩说》第3季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有一些亮眼的表现的瞬间，我听见观众在叫着我的名字。我记得我和大学室友秦岭，我们出来创业，租了一间办公室，就在拿到钥匙打开这个门的第一刻，看到阳光从那个窗户里面洒进来，我在想象我该装一个怎样的窗帘，而就在那个瞬间，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姥爷去世了。我记得我自己做了节目，乃至于我现在又回来了。所有的这些瞬间都是喜忧参半。我从来不会说一夜成名之后你一定就不一样了。喜瑞，我们两个想法是一致的，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是要接受这个机会吗？因为只有我接受了这个机会，我才发现原来还是一样的。如果说一夜成名会让一个人发生一点点改变，我现在才能够意识到，我的改变是我原来可以不变。所以，如果不变是我当初被获得这个机会的原因，那么今天获得这个机会的你，想必也有些特殊的地方。谢谢。哇哦！来，双方3遍齐袭。我请教一下思达，成名的方式除了一夜成名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吗？成名就是一夜成名，没听说1个月成名的。你的成就是日积月累的，但是成名就是叭一下，剧播了火了，热搜上了火了，你这一季赢了你火了。之前都叫做不温不火，不代表你一点名没有。而当我们在讲成名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一夜。你刚才讲很多一夜成名的好处，来分享2个一夜成名的坏处。我没觉得有什么坏处，我觉得要问他自己。非常重要的坏处就是刚才潇潇说的，你一起来，你位置太高了，之后怎么持续给大家惊喜？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财富。因为这是要一夜成名，不叫一夜车祸，就不是说我今天成名之后我的整个脑死亡，就是我现在好像干不了什么。当然不是一夜车祸，但是你是不是要不断的让众人都满足持续的惊喜，人生开始不断的艰辛？哦，我觉得你把观众对你的爱想象的太浓厚了。
就是我们今天获得了一会儿关注就获得一会儿关注，我们想隐退一会儿就隐退一会儿，我想付出一下我再付出一下。对，所以对您来讲，一切的名来来去去，你都视之于平常嘛，对吧？平常不会特别执着嘛。你是以老僧入定的心态来看这件事吗？20岁的人有多少人有思达这样的心态？那你觉得有多少人不如我吧？你说一下，台下有很多20岁的人，你觉得谁的心态不如我？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谁的心态不如我？你觉得他们谁不如我？太棒了！吹捧大家都会感到满意的。但是事实是什么？你如果选择了这个机会，如果你足够的强，你当然可以 hold 住它；如果你不足够强，你一地鸡毛。我们现在讨论是绝大部分20岁在能力上、在心态上，他是更像姜思达还是不像？我告诉你，熊浩20岁就是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一生创作能量最大的时候。如果20岁的时候你不敢创作，30岁的时候你要顾家，40岁的时候你要顾妈，60岁的时候你要顾孩子，什么时候成名？来，我们讲很简单的道理。20岁是内容创造者最好的时期吗？不见得吧。大学当中不都是内容创造者？我们做研究不都是在创造内容吗？熊浩说的对了，学习是一生的功夫，学习终身大事儿。如果积累是一生的功课，那就意味着没有最好的时间。是不是我们没有积累到位，我们永远不敢选择这个机会？你20岁的时候已经享受过不需要积累，一夜暴富，一夜有如此大的声名，你还怎么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积累？我怕我跌下神坛，所以今天我给了自己更多的压力。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心态非常好，不需要害怕吗？所以这分人。如果像我这种心态好的，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倒无所谓。如果他心态特别差的，他想一直保持在线上，他只能通过自我的进步来不断的保持自己成名。思达讲的非常对，今天这道辩题要看人，而一旦要看人，至多是论证可以，无法论证应该。反正今天我鼓励你们，他们打压你们，你们自己掂量着办。谢谢，时间到，谢谢，太精彩了。来吧，双方自由开火，时间到。我觉得对方完全篡改了辩题，他不停地说现在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方打压你们，他方鼓励你们。可是我问你，机会在哪儿呢？对方今天不负责任的地方就在于他甚至都不如小片一样兜售给你过一个明确的机会。对方今天妖魔化我们这道辩题，一夜成名的机会就是一夜成名的机会，对方非要给你说成是个虚假广告。我告诉你啊，他就像什么，就是你买金项链998啊，他觉得哎这种好事怎么会掉到我的身上呢？而对方的心态是什么？一夜成名的机会，这种好事凭什么掉在我的身上？他觉得自己不是真金，不是凭什么？是我觉得我们这道题应该是告诉大家名气是什么东西，他们应该怎么理解名气？如果没有名气，他们怎么办？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这是一个脑洞题，就是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降临了这个机会。对面的小哥挺帅，突然让他成为一个一夜成名的健身教练。这个美女很漂亮，突然让他一夜成名，变成一个美妆博主。我们就是在问这样的一个机会，而和这样的机会在他面前，我多加一点勇气有什么问题？请问，潇潇思达，你们是哪一夜成名的？告诉我。来，2014年11月27日，《奇葩说》第1季播出的那一夜。来，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方一直在跟我们讲什么？你一夜成名之后迅速的过期，你处理不好跟金钱的关系，你处理不好跟名气的关系，我们处理的挺好的啊！我跟大家讲，你真正处理不好什么关系？没钱没名的时候跟自己的关系。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就会面临着没钱没名，如何面对平凡的生活。所以今天让你有没有解决这个困境？你到底在想什么？哎，现在帮你解决问题，又说我知道了。平时都活得那么朴素了，今天突然间有个一夜成名的机会，你还不要？今天有一个回答叫做渴望被看见，就是因为对方今天这种思想，觉得我们都需要陌生人看见，忽略了身边的人也可以看见。我希望你们被看见，因为今天你们不被看见，你们看见的永远是我们。对。来，各位，刚才思达和潇潇都说，他们不就处理得很好吗？他们处理不就很好吗？来，普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大家有没有听说叫幸存者偏差？他们能够熬过来，他们是幸存者。你们不能只相信幸存者，你们要看到那些没有赢过来的。什么叫幸存者偏差？我都听不懂。但是当我选择了一夜成名的机会，我站在了奇葩说这个舞台上，我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词。所有成功学大师
都觉得我成功了，所以你就必须成功。凭什么以自己的标准作为别人人生的标准？弄他！有多少人选择了来奇葩说的机会？只有你们站在这里。我们是幸存者，你告诉我谁是失败者？记不住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有些人失败了，就是因为有些人被他们劝退了。各位，不是劝退，走到这里来的是幸存者。幸存者跟你说：“我成功，你要成功；我创业，你要创业；我成功，你……”哎呀，非常的熟悉，就是刚才那个营销的广告。一定要成功！来，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没有要求大家。我觉得淘汰了也挺好的。对啊，不是各位，但是这个机会我还是要的。我不要，我都知道我会不会被淘汰。所以各位，你们都很优秀，更要抓住一夜成名的机会。淘汰就淘汰，大不了从头再来。说的轻巧，要怎么做得到？当你来奇葩说面试或被淘汰的时候，因为你不是淘汰的人，你不站上来永远做不到。给自己一个机会，还希瑞一个精彩。是不是觉得现在这个自由开火阶段比以前那个七夕还好玩一些？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好，双方沉静一下，咱们进入最后的结辩哈。先开后结，我们把时间留给正方结辩。潇潇，我们每个时代选择偶像的标准都在变。她可能是一个在职场被霸凌的女生，跳出来用几年的时间为自己维权；她可能是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看到一对母女当街被暴打，她义无反顾地挡在了中间。这个时候，一夜成名对他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代价。他们知道，当他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影响的可能是他们的生命、事业和名誉，但是他们依然做了。此刻一夜成名的机会，其实就在问大家：你要不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你心中认为正确的事？我们都曾经拥有过这样一夜成名的机会，但为什么我们怯懦了？是因为我们也害怕呀。我们怕什么？我们怕那5个字：枪打出头鸟。我们害怕别人的质疑，害怕别人的谩骂，害怕别人的报复，到最后我们甚至会自我宽慰。我不想管闲事儿，我又不想红，我不想蹭热度。但我们曾经对自己拥有过那么多的期待，我们都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品质。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你觉得自己是个聪明的人，使用它；你觉得自己是个漂亮的人，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熊浩老师说得很好，我们一直在鼓吹大家要伟大，不。我们尊重平凡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每个人背后无形的压力。那最后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做那一只出头的鸟，能不能让我们彼此约束，不要去做那一只打鸟的枪？谢谢。哇！来，反方结辩。来。奇葩说有一个铁头，就是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一句话叫做“有选择就是硬道理”。我方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观念，在今天，在任何时候，选择不能不讲道理。仅仅只是成名没有内容，它就是个空心圆在快速的旋转。你得告诉我这是什么名？如果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去追求纯粹的名，而不讲这个名的内容，这个社会会堕落。你们见过多少艺人？他们会说：“我最怕被遗忘，不是怕被臭，我不怕臭，我就怕被遗忘。”这就是名，它变成空心圆旋转的时候，在你我身上留下的伤。来，精彩的辩论啊！我们请全场观众给今天的正反方投票。红键正方，蓝键反方，请投票。3、2、1，我们把答案保留在这个屏幕后面，然后我们请双方2排辩手和导师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来，陈明，你今天晚上被 Q 了一晚上，你什么感受？我今天晚上听了特别多收获，也有很多感动的瞬间。分享一点真实的感受。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2012年，在湖南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叫《向上吧少年》。哦，那个节目是我第一次做电视节目主持人，那个节目只做了1季，全部是孩子们，然后参加选秀。那个节目后来在2019年夏天上了一次热搜，
那个热搜就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节目？那档节目在海选当中，然后被淘汰的人里面包括易烊千玺、王俊凯、鞠婧祎、蔡徐坤，我说的都是真实的。但我还记得那一个节目的冠军是一个小女孩，14岁，黑黑的、瘦瘦的，她叫刘雨欣。刘雨欣，在那一次上热19年之后，过不了多久，她在另外一个选秀节目当中以 C 位，然后以冠军出道了。我当时看着这题目，我就一直浮现出那么多、那么长时间、那么多脸，他们面前都遇到过真实的这个问题，在他们更早的时间，都不是20岁，更早的时间，他们都遇到过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有的人要这个机会，结果失败了；有的人要这个机会，他成功了；有的人不断的要，不断的失败了，在后有一次成功了。我一直在看这个题，被6位都忽略的一个词叫机会。这个题是有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的意思，就是不必然。对方刚才说的就是一夜成名，他就要来了，砸的不是，他就是给你一个可能性，你要去够它，你去要这个机会，然后你要去呈现的，你有可能把握住了，那不就正好证明你欧了吗？就是做好准备了，才华到了，天赋有了吗？你也可能没把握住，那就再来呗。我现在一直在想，就是你那个12岁的易烊千玺，他去试了一个节目，然后失败了，然后就碰到了可能对方辩友会跟他说，好难的，真的这种东西砸到你上你接不住的。那个小男孩就说好的，然后他就回去碌碌无为一生，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等易烊千玺的20岁，他才有可能选择，我可以重新平反，我也可以继续战斗，我可以换赛道跑，我也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粉丝继续愉快的相处，所有的选择在他手上。但是前提是那个12岁的他跟自己说，我就是要这个机会。我可能12岁没做好准备，可是我20岁也许就做好了，那等那天再来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机会。今天我看到这里有很多人，如果真的马老师就 Q 到我们现场，然后就找到了一位观众，然后说刚才6位发言的特别厉害，那就你刚才点头的那位，你上来反驳一下他们，你要不要把麦接过去？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做好准备，你也可以能力上不一定到，你可能只是一个机会，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把这个麦接过去，对吧？因为我说了就算了嘛，是个机会，我没把握好，没有这个能力，但万一你赢了呢？你就是下一季的 BB King。就是那个黄头发女孩，我看好你，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机会，先把它要一次拿到。这边还有吗？小童，本来我最开始选的也是反方，我站在这儿呢，就是因为席瑞坐在了那个蓝色的椅子上。其实你们刚才听他的论点呢，就是你觉得他只是在一场辩论，但是他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他这个人非常真实想法的体现。我上一季认识席瑞这个朋友，咱们两个在那个宾馆，咱们总是住在一个房间。冉高明总在抱怨说他在换室友，因为他的室友总在淘汰。我们两个由于太过争气，所以一直都在一个房间，住到这一季都结束。我晚上总会跟他讨论，就是上一季的时候我们不会讨论，我们就是说坚持打下去就好。这一季我在问席瑞，我说你要不要争一下 BB King？ 席瑞总给我的话就是没到我的轮次，还不是时候。就是我一直都想问席瑞，到底什么时候是那个时候啊？今天就是这个时候，再过2天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成名的机会，你现在不是20岁，你是24岁，这个机会到你眼前的时候，别再想不是自己的轮次了。你总说只欠东风，今天东风来了，你别躲在避风港里。小童，你真的是深情款款啊！反方2排，首尔。对，因为今天这个辩题跟自己有一些关系嘛，大家都不知道吧？我2007年曾经坐着卧铺火车去沈阳参加过超级女声的海选。早上5点半排队排到晚上，然后进去唱了一首英文歌。当时的评委是巫启贤老师，他说：“你英文讲成这个样子，还敢来唱歌？”然后就最终得到这一句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奇葩说的节目。最后我哪知道我会靠说话成名啊！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意外。我曾经非常认真努力的，从我大概18岁开始就非常认真的练我的笔。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天分很好的人，真的有今天全靠努力。就那么多个夜晚，我都在书桌边
写东西，我一直以为我能靠这支笔出名，最后我靠我这张嘴出名了。那我成名以后，我觉得刚才小鹿说了一个点非常触动我，他说成名是一件好事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你最终的选择？我原来为什么最早来参加奇葩说，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写的书没有人看，就是因为我没有名气。我想说，我去上一些综艺，我让别人认识我。将来如果有一天我能写的比那些成名的20岁成名的作家好，有人能看到我的书。其实我很感谢2007年我没有唱歌的天赋，我没有成名。我经常看那些20岁的人成名之后，再掉下去，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受了那么多的攻击以后，我有很多得抑郁症的朋友，我有很多摆脱不了这些内心痛苦的朋友，但是我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是35岁才成名的。真的，我消沉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也中间掉下去过。我跟我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我不要计较那么多，没关系，人生还非常辽阔，我们要走的路海阔天空。小童给奇瑞加油，我给冉高明加油。很多人都问我说，奇葩说是一个个人赛还是一个团队赛？我在去年终于想通了，这是一个接力赛。我从内心里认可奇葩说是一个接力赛。我希望有更多的好的选手出现在这个舞台，包括小鹿。我其实每一场都很关注，我觉得你比我还幽默，比我还好笑，然后我会去看你的脱口秀。然后我的儿子冉高明，我们俩去参加一个别的节目认识的，然后他后来在奇葩大会淘汰了，然后我前年开始就一直鼓励他来，一直鼓励他来。我说你来吧，你还有机会，你会闪闪发光的。今天说明妈妈跟你说的话是没有错的。长江什么后浪推前浪是吧？我是不是要死在沙滩上了？但是我跟你们说，我会不遗余力，我们半决赛、决赛相见。谢谢首尔，谢谢。咱们先让教授们来从他们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启发和观点，好不好？薛教授，你先说。我选要这个机会，因为人性有一个特点叫不耐，就是不可耐烦的意思，叫不耐。不耐是所有人的特点。今天能得到的，就是早一点得到，比晚一点得到好。不要以后得到，原因有2个，一个是未来总有不确定性，不一定有；第二是人的生命有限，自己可能就不在了。我们经常说你要准备好了，足够好了，你再去成名。莫扎特30岁的时候已经死了，所以你什么时候是准备好了？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题目说的是有一个机会而已，跟你有没有准备，跟你有没有天赋，跟这个机会将来会怎么样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出名其实是一个体验，感觉一下被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成名顾名思义，一定是极少数人获得的稀缺品，因为成名的意思是注意力的占比，一定是占比更高，这才叫成名。那你感受一下这样的经验，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有感受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坐一下飞机，跳一下降落伞，我们都尚且会感受。那么成名，你也去感受一下。当然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成名有许多副作用，有2个经济学经常说的一个副作用，一个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如果你得到一个东西，在失去的时候会特别的失落。这是我们成名以后，刚才思达说的，我们要研究怎么样去跟成名相处。第2个很重要的一个呢，是人会觉得忘乎所以。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人什么时候容易忘乎所以？是你的收入增加的速度在增加的时候，就加速度的增加你的收入，或者你的得到的注意力的时候，你是特别容易忘乎所以。所以这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知道了所有成名的副作用以后，这恰恰是我们要把握成名这个机会的理由，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有这副作用了，我们可以克服了。那我们去尝一尝这个体会，也未尝不可。谢谢大家。吴教授，这个题目
不持正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谁会拒绝呢？但今天这个辩题为什么站在反方？我们要区别一件事情，因为当我刚刚看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想的是牛顿23岁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定理。John Nash 22岁发明的那个 Nash 平衡，这个经济学家、数学家。但是现在我一看，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演艺界、娱乐界的流量明星。我发现真的是时代改变了 ，Call me old fashioned， 就是我们太老派了。所以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在想2个问题。第一个，名望并不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名望对应着不同的成就。我们今天老在谈成名，我们没有在谈成就。所以那个 VCR 刚才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我要制造名望，不管你是否有真实的成就，哪怕有15天的名声，哪怕流量明星终究是一颗流星，它会带来收益，其他的我们再说。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态度，这是一个新的态度。因为我看到这个时代造就的，让很多人能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华、天赋的那样一种多元的灿烂性。因为在以前，在我那个时代，你们除了高考，别的所有的路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正面的一个成果，这个时代带来的。但另外一面，我们知道，今天在场的人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些，在背后我们知道是有人付代价的。在美国，我知道那个小鬼当家，1980年出生的，现在谁还记得他？最后吸毒酗酒，是有人经不起这个的。就是你少年时代一夜成名，后来把握不好自己，最后还是会一落千丈。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我认为今天徐悦提到一个我一直想谈的问题，就是说，过去我们哲学家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现在好像有一个没有名望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是可怜的，被看不见的。这个话有意无意地出现在这个场上，在这个场所有一大群更大的不在场的人，他们是那些没有名气的人，他们是那些透明的人，他们的人生在这样一种关于名望的焦虑的时代，我们怎么评估他？他们还能不能安心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特别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上次大概引用过罗曼·罗丹的一句话，说重要的是成为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显得伟大很灿烂，但是成为伟大是说你扎扎实实的为自己的人生去努力、去奋斗，创造过成就，哪怕没有那么耀眼，没有那么有名望，依然是值得过的。让我们有名望的人一起来鼓励说，这也是一种好的生活。那我们持一个哪怕不能够成立的反方，也值得了。谢谢。范兄，不是，等一下，来，不对了，这个把这个钢琴先停一下。不是，这个钢琴已经30分钟了。哎呀，我这不，哎呀，不上也让你们弹上了，停，好吧，太难受了。给他来个胡劲儿。不是，我们有名望的人要鼓励没有名望的人，说没名望也是一种好的人生。我是说不出口。我觉得大家呢，包括几位老师，把这个一夜成名这个事儿已经聊得透透的了，是吧？我这会儿还能说出啥来？不可能了。不如把这4个字从辩题给删掉，因为聊不清楚。没事儿，咱们换一个辩题好吗？我们相信奇葩说导演组，现在这个辩题叫20岁有一个（括弧）不违法不害人，你能干点什么的机会，该不该要？好吧，咱们就扩大到，我相信我提出的这个词儿，这个集是包含那个一夜成名的吧？对。该不该要呢？那就要嘛。你20岁不要干什么？我这个现身说法一下，哎呀，我20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疯狂的拒绝机会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吗？这很奇妙哈。我20岁的时候就是在南方读书嘛，我当时就找一个什么工作，我就打算待那儿了，挺好。我说这气候宜人什么，就这么下去。但我当时在网上写点东西，
然后呢，有一个前辈说你来北京，你干什么呢你？你来北京，然后我帮你这个，我说不要，我在这边挺好，我过一个那个每个月4、5千块钱，非常幸福，不要。哈，最后是连哄带骗加羞辱，一顿骂，差不多就是20岁的时候给我带到北京来了，然后呢很照顾我。我也很多次就住在他家，给我推荐了非常多我影响我一生的书，带我认识了后来帮助我非常多的朋友，真的给了我很多工作机会。这个人就是史航老师。那是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吗？也不是，是吧？就是他可能看到了我隐形的翅膀，可能是按他的说法，我反正就是一个神经病，一个土垃圾小孩，天天喝酒。我不知道邵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对，中途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也是在那几年，奇妙的不得了，就是还是那一篇东西，又有一个前辈说，哎，你来，我要给你这个拍成剧。哎，我说不想去，说你来，我就去了，跟他聊完就给他拒绝了。那个人是马东。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拒绝这种不违法、不害人、能够干点什么的机会，啊。然后我们说回，如果非要讨论这个一夜成名呢，我2020年我觉得听到的最有价值的一句话，那句话特别好玩，叫做大事儿和做小事儿付出是一样的。你20岁不成名，你20岁上班就不累吗？你20岁上班就不出事吗？该你难受你就不难受吗？一回事儿。如果20岁有一个好点的机会，为什么不把握一下呢？然后这边的朋友说了很多，这个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我在最后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挺触动我的。一个那个美院教画画的老师，他说他老在公园里看着一个老头，可能长得像邵老师一样，是吧？穿的破破烂烂的，就在那画画。他过去一看，就画的奇烂无比。然后这老师就跟我说，哎，他要是年轻一点，认识我就好了，我就会让他别干这行了。对，你20岁的时候失败也是很好的，20岁的时候失败至少也能告诉你不该干这个。谢谢大家。还有我啊，跟你们讲一个秘辛，当事人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情，跟李诞有关啊。啊，怎么？就是有一天呢，马东找我们喝酒，然后就李诞一如往常就喝得很醉。我们刚好住在同一家酒店，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回这个酒店。然后他很醉啊，所以扶他也挺累的。我以为李诞已经不会再烦我了，因为他已经安静啊，断片。哎，没有想到他在进电梯前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他说：“康永啊，康永哥吧，应该是。”他说：“我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等我活到你这个时候啊，一切还会那么有趣吗？”然后我心里当时我停了两三秒，因为第一个我在纳闷的是说，我活到我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我当然就懂了，就是说反正李诞还在。
就是我认得这么多明星，每个人都在过他们的小生活，煮菜的煮菜，然后谈恋爱的谈恋爱，没有什么人被名气压到，真的大家活得挺好的。就是本来那个智慧就是随着你的面对困难去一步一步栽培出来的，所以你要面对那个困难，你要体会到那个困难，你才养得出那个智慧。你不能空泛的养那个智慧。你说我养好了这个智慧，叫做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名气了，然后名气你来吧，没有这种事。就是名气来了压在你背上，然后你慢慢直起身来说哦，不过如此啊。然后最后我讲一件事情是我真正在意的，所以我得转过来，因为这件事我实在让不了步，就是机会不是像传说中那个叫做你眼光锐利，然后你就抓得住那个机会，这个是传说。我访问过所有杰出人士，都讲过他们一试再试，狼狈的要命，试了二三十次之后，终于试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可以做，他就做了，做成了以后被别人描述为说，哦，这个人眼光锐利，抓住机会，然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吹牛。他试了无数次，成功一次，那个机会不是被他抓住，那个机会是被他试出来的。所以各位啊，不要觉得有人会把机会捧到你面前。这个题目很阴险的讲了，20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他没讲这个有是怎么来的。然后大家刚才都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那件事情，你就是一直去试，一直去试。试到有一天，你运气好的话试2、3次就有了，你运气不好的话试200、300次才有。可是不去试，机会就没有。机会是被你试出来的，然后试出来之后，实现了你自己，江湖上就会传说这家伙有眼光，看得见机会，抓得住机会，实现了自我，那个是传说。所以这一题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机会是怎么有的，是靠我们试出来的。谢谢高明。